我个人因为在减重过程中，常常其实很容易肚子饿，我认真说的。那肚子饿的话，还是一定要吃。那吃什么很重要，所以我很喜欢摄取比较多的纤维质，有蔬菜。然后而且我很喜欢番茄的味道，茄红素。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一种营养素。那我又很忙很懒，所以我煮一锅呢，我希望可以吃很多餐。所以番茄糊。对，番茄的一种汤，那这种汤在西方国家是很普遍的，但是在台湾或者是在东方国家，我们的汤都是像鸡汤那样子，清汤加一个主菜，像水的那种质地。但是国外的汤，所谓的 soup， 其实它是很稠的，对，它不是这种像水的，所以我很喜欢吃这样的东西。第一个，它有丰富的营养；第二个，它有丰富的纤维质；第三个，它可以炖一锅，然后就吃多少取一部分，然后出来，然后再加热，然后加上我喜欢的面体。所以我们待会儿要做的就是一种西式的蔬菜汤。现在要来处理食材。那我喜欢的就是呢，把所有食材都切成差不多的大小。对，这样子煮汤它的受热才会均匀，才会好吃。那就是西式蔬菜汤呢，通常他们都会放一些意大利面的米型的意大利面。对。那但是在台湾呢，其实很难买得到，除非你去比较特别的烘焙店或比较特别的店，才会买到米型的意大利面。所以我们就用一般的意大利面也可以，像这种就是一般的意大利面，任何的形式都可以。但是我不建议它是太多形状或太大，因为待会我们做法就是它要比较小巧一点，它会口感比较适合。这就一般意大利面。但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我的烘焙都是没有面粉、没有糖，那我吃的糖的分量是比较少，淀粉的分量也比较少，所以这种面呢是日本的，那它是零糖质、低糖质的面。这种面是给那种想要减肥，然后又想要吃面，然后又对于口感，对口感又有一小点点要求，所以他可以选这种。那但是我知道很多海外啊，他们对于麸质是非常非常敏感的，对，就是小麦麸质，所以这种面是红扁豆面，它是用红扁豆做的。那它的诉求就是没有麸质，但是它的含糖量也是比一般的意大利面少一点，但是它还是比这种低糖质的高，所以就是看大家觉得呢，这个汤要配哪一种面是符合我现在的需要。那我们立刻来，所以我们就来做。现在因为用这种铸铁锅，它传热很快，所以我们就冷锅冷油就好。所以我们就先下油，然后开火，先放需要爆香的，对，洋葱，然后再放比较慢熟的红萝卜，而且它需要油才会香，好吃。对。红萝卜炒过才会甜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就慢慢拌炒，然后就用冷锅冷油，然后小火这样拌炒，等到它变软为止。现在这两个食材已经有变软的趋势，所以我们现在再来下第三个，对，第三个高丽菜，这就是我们的汤会甜的主角。对，汤会甜的主角，还有红萝卜其实也会甜，其实3样都蛮甜的。蔬菜汤非常棒的地方，真的就是一样一样的味道释放出来，它本身就真的很好吃，很香，它就会有层次。对，把马铃薯放进去，要炒到都熟，不用都软，但是都要炒到熟。好，那最后我们拌炒完了，我们就加我们的番茄。通常都会用这个装番茄的碗直接去装水。那加的水分呢，其实在食谱上面是写300，但是其实可以看你自己的喜好程度，然后看你的火要炖多久。像我这个一定都是小火慢炖，而且会盖锅盖，所以我的水分就可以相对减少。那这种蔬菜汤浓稠一点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有各种吃法。
做一个底，对吗？对。因为老师刚刚说了，他要加的是通心面。那如果说有些人他喜欢吃饭，那我们这个蔬菜汤也可以作为一个蔬菜泡饭，或者是蔬菜饭粥，应该都是蛮好吃的。一定很好吃，对不对？一定很好吃。而且我觉得那个饭的软硬度也可以自己喜欢。对啊。如果像饭怕胖的话呢，你就粥化的程度越少，你吃进去的 GI 值就越低。对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用慢火，然后把锅盖盖起来炖它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再来加剩下的。对，待会再来加剩下的。哇，老师，我们等得天荒地老了，终于它有一点糊化的感觉了。对，那所以我们最后的步骤就是加入节瓜。哇，总算对，期待已久。然后稍微搅拌一下，然后最后再加入这个面体，然后再稍微搅拌一下。这样还要再煮一会吗？煮6分钟。6分钟。就是看你的面体上面选择哪一种面体。那你的面体越小，就像我说的那意大利米，就会比较短。那我这个也很短。那如果你用的是比较大的意大利面，就要比较长。但是我是建议要用比较小型的意大利面，这样会比较好吃。对，那我们就等它。好，我们再等它个5、6分钟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大功告成，我们就来试吃，就可以开吃了。好。它这种汤哦，就是不用汤匙都可以捞起来的，就它比较浓稠。对，就是比较像炖蔬菜。对，炖蔬菜。那我们老师今天已经把蔬菜汤完成，这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简餐。对，任何一餐，这些就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，因为这个低糖呢，这个健康的饮食都是我们老师今天特别为我们观众朋友介绍的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，都可以点赞、分享、留言，我们都会尽力的给你们回复。那谢谢大家，我们要来享用我们的美食喽，拜拜，拜拜。